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烂的节目啊。今天的话，我们用甲骨文云来搭建小龙虾 OpenClaw。那有很多小伙伴都拥有他家的账号啊，都可以去使用 ARM 4核 24G 的机器来搭建。因为 ARM 架构甲骨文云这边送的内存是非常多的，所以非常适合养小龙虾。那如何去注册甲骨文云呢？你可以观看我之前的节目，然后它是要用外币信用卡的，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URL 官方的一个链接，然后在这边可以去立即免费试用啊，它是永久免费的，没有时间限制，那你可以直接申请。然后使用国内的信息啊，一切所有信息都真实，但是注册呢不一定成功注册成功看缘分。然后我这边呢是有账号的，我点击这个登录，我这边是一个新加坡的账号，这个账号呢也升级了，然后点击这个计算，然后看一下我当前的实力，界面改了也不少，所以我们今天顺道就讲一下。我这边开了一台 AMD 的机器，一台 ARM 的机器。ARM 我开的是满配的4+24，因为升级账号呢，它是可以随便开 ARM 的。那我就先把这台机器终止，有这个删除实例或者终止实例，不管了，我这台机器直接终止实例，一定要把引导卷勾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终止。甲骨文云呢，它是免费200G 的，就是卷的话就是存储，然后你可以平摊到各种机器上。2台 AMD 永久免费，然后4+24 ARM 也是永久免费的，就是你可以拆分成4台机器，就是1核心6G 也都可以。这边显示已终止，我们创建新实例。这边呢，我们都不用动，默认就行了。地区也都默认就行了。这块呢，我们从 Oracle Linux 9切换一下，我们切换到乌邦图，因为乌邦图呢比较适合小白。我们这边呢选择 24.04， 镜像选好以后呢，我们这边更改，我们选择 ARM 这块呢，点击勾选，然后把这个点开，他说符合免费要求，调整成4核心。下面呢就自动会变成 24G， 这样的我们的 ARM 就已经配置上了。这边我们可以给它开 IPv6 之前我们要自己去配 IPv6， 现在都是集成好了，然后为我们生成密钥对这个是普通用户的。下载私钥，其实待会儿我们会用到私钥，加密我们可以去掉这样的它会让你确认一下你刚才配置的内容所有无误以后，你这边就直接创建。我升级用户 ARM 也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我调满了以后没有机器，然后我现在临时把它改成1+6，就是1核心6G 内存就可以。待会儿我们扩容一下，我还以为升级用户都没有机器，这个有点过分了。升级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就直接再验证一下，但是它需要你信用卡里有600多元的人民币吧，然后才能升级。你可以关注我之前的那个升级教程。这块呢，我们继续点实例，然后我们刚才加的这个就已经出来了，它给我们分配了一个 IP 地址，然后我们点击进去，点击右上角的操作，更多操作，这块有个编辑。因为我是又重新创建了，所以我们刚才创建的是1核心，我们把它调成4核心。我们重新调整4+24这是调整，点击重新引导，果然他说没有数量对应的4+24API 报错了，2+12也没有，那我们就1+6跟大家做演示吧。现在变成这么激进了吗？那我们把硬盘调整一下，然后目前是47个 G， 我们可以走200G 以内的原则，点击这个引导卷。右上角有个编辑，我们把这个引导卷改了，改成100G 吧。小龙虾基本上50G 就够了，然后它会给你一个命令，让你在终端里输入我们点击关闭。那个命令呢其实也无所谓待会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重装也都可以。依然这3根条杠，然后选择计算，选择实例，然后把它点开，然后我们把这个 IP 拿到，开始菜单 CMD。这甲骨文云现在这么拉了，绕路绕的太可怕了，200多。
新加坡绕这么远，估计去美国了。然后呢，我们打开我的 SSH 连接工具 Telemuse， 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熟悉的 Find Shell、Shell 都可以。New Host， 然后把 IP 放在这儿，这块给它起个名字用户名在 IP 下面。如果你是无版图的话，它就是无版图，因为我刚才那个无版图没创建成功，然后我就用 Oracle Linux 了，就是 OPC 这块给它一个密钥，在这边添加。给它起个名字把私钥填进去，然后拿 VS Code 打开，把它复制粘贴进来，右上角保存。第一次连接会需要确认，这样就连接成功了。普通用户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个美元符号，如果你想提全的话，需要 sudo 提到 root， 但这样的我们装龙虾还是会出问题，因为我们的工作路径还是在普通用户。我们没有 root 用户的这个工作路径，所以我们需要摁下 K。我没装我的脚本，大家在浏览器输入科技 LAN.sh， 进来以后呢，把这个装一下，这是我们的脚本。好，回车。这样呢，我们第一次呢需要选择 Y。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本功能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我们选择1，看一下机器的基本情况。这块我们可以看到是 ARM 的机器，然后是 Oracle Linux 9.7是1核心的6G 的。因为我为了要演示如何创建实例，所以我把之前的4+24删了，就是牺牲很大，然后给大家创建了一个1+6的6G 其实也可以，也够用。这边我们选择13，这边呢我们直接选择8，一键这个重装因为甲骨文云的这个系统有装了很多乱七八糟东西，那可能就是包括防火墙安全这些监控所以我们找一个纯净一点的。我依然选择11，然后使用无版图的24.04这样的去装。然后这边呢，大家记录一下这个密码，然后要把密码如果重装好以后改掉，及时改掉这边我都已经提醒大家，然后这个密码大家要记好。这边有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刚才重装的时候，如果卡住的话，大家要在这边肯定跟 IPv6 有关，然后你要把 V6 优先给它改掉，然后选择10这块呢，我们现在是 IPv4 优先就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选择8，再选择11，你在下一步它就开始重装了因为刚才那个有些站点它不支持 IPv6， 所以就一直卡在那边。这个呢，我们可能等10分钟、15分钟、20分钟这个机器就应该能滴好了。我们来到实例的操作系统管理之前那个链接也改地方了，然后我们新的版本是在这里头。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重装的一个过程，你点这个启动，然后它可以看到 VNC 的操作面板，然后包括重装成功还是失败，这边也都能看到比较清晰。15分钟左右吧，然后它这边就 OK 了。OK， 我们尝试进入，这边让我们输入密码，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密码，重装成了无版图。那我们第一时间先去改密码，密码是不显示的它是为了保护隐私。好，来到这边我们点击复制，回到这边右键进来。好，这时候我们选择 Y，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变了11，然后看到这边有个114，就是我们 OpenClaw， 这边我们就直接选择1进行安装就行了。那像我们目前这种1+6的情况，未来是不是可以直接调成4+24？如果有足够的这个机器，甲骨文云那边是直接编辑是可以扩展的这是我之前刚才演示，只不过他家就是新加坡这边的地区资源比较紧张，所以我们目前没有获得扩展的机会。后期是直接可以扩展，不需要重装系统。但是容量这种东西你可能需要重装一下系统所以前提就是大家把那个引导卷的空间先调足， CPU 核心数和内存都是可以后期扩展到4+24的。好了，又到了我们熟悉的环节 OpenClaw， 这边引导已经装好了，然后我们这边呢选择 Y， 我们需要把配置生成出来。我们这边选择这个 Minimax
啊，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就是国产的 M2.5 啊，这个可以去使用一下。然后选择 CN， 输入 Key 啊，我们 Key 从哪里来呢？去 Minimax， 你也可以进入科技 LAN 的这个导航页，然后这边会有快捷入口，然后右边的登录，这边需要实名认证，然后它会送15元的代金券，你可以直接去使用，然后点击获取你的 Key， 在这边呢，我们就创建新的 Key。给它起个名字 OCI 甲骨文，把这个复制一下，右键粘贴进来，然后点击回车，那它就会把所有的模型刷出来。这边拥有的我们可以选择 M2.5， 目前是最高的。我们接入的聊天通道啊，我们选择 Telegram。那国内的话，我之前有一期讲飞书的，大家可以去关注啊。我们这边就用 Telegram， 因为方便一点。Telegram 搜索 boot father， 然后为它添加一个新的机器人。那我们给机器人起个名字，要带上它的一个别名。那我们这块再加一个2026，总没人了吧？好了，它会给我们一个 API key，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这个就是你机器人专属的。然后在这边回车啊，把 key 输入进来，回车。这边是要加什么搜索啊？那我们先跳过。这个可以接入搜索的，然后技能我们也跳过，这个我们空格回车，它的引导又改过了。那现在它就把这个配置文件生成了，生成在你的 root，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 root 身份？好了，现在就 OK 了。那这个你可以打开，这个是 Web UI， 但是 Web UI 也不会暴露到公网，所以大家无所谓。那我们就调通了，调通以后呢，我们回到 Telegram 啊，回到电报，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机器人，我们点击 Start， 它会给我们一个验证码。如果你是国内设备的话，强烈建议还是用飞书啊，因为 Telegram 它接收不到消息的。这块我们选择7，选择1 Telegram， 右键进来，刚才的验证码，回车，它就会去对接。最近 QQ 呢也出那个机器人了，所以到时候我也会出 QQ 接入的一个方式。好了，现在就 OK 了，我们回到这块，你就可以跟你机器人聊天了。它是走的 Minimax M2.5。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消息了。一个关于记忆索引的做一下，就是让 AI 记忆更强一点，就不至于过2天就失忆了。去上 GitHub。然后找到科技LAN的这个仓库，就是 AI Skills 啊，这里头涵盖了多种。然后这个呢就是对接飞书的，关于那个政策被就是生成多角度的 AI 联想图的啊，我们本地的那个索引，一般的小伙伴用这个就行了。如果你机器配置还不错的话，你就上这个 QMD 就是记忆更强一点，更精准一点。然后这个 TTS 呢也是可以让你的 Telegram 有语音播报啊，这都是现成的。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做视频剪辑用的，大概目前就这几个技能啊。看有小伙伴如果有帮助的话，可以去这么搞。我们直接复制这个，然后他应该会参考我给他发的这个链接的，因为这个是跑过的坑，如果让 AI 跑的话，可能会消耗更多算力，所以让他有一份指南性的东西，他自己就按照这个指南进行会比较好一点。要不他会容错，他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去查，再去绕弯子，就没那么直接了。就是踩过的坑的机器人，以后呢就不用让新机器人再踩了。所以初始化一套，未来我可能会做一套初始化技能，机器人更智能。好了，它这个记忆呢就已经构建完成了，我们可以看到一切都已经正常运行了。然后呢，语音 TTS 接入，你可能在外面不方便看文字的话，你可以直接听。因为我的需求呢，就是眼神不太好，然后看一堆字可能比较费劲。好了，就这么简单，它就带语音了。我们听一下语音效果。空心对勾 TTS 已配置完成。好了，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用 Oracle 的服务器甲骨文云服务器的 ARM
4+24，记得跟大家分享的如何去搭建我们的小龙虾 OpenClaw， 如何去对接大模型，对接消息管道。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机器，就有了用武之地。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欢迎一键3连、订阅、评论、积极转发。那期待下一期的节目，拜拜。